新科状元郎怎么到现在还没进府？听说林大人对这门强案的赐婚本就不满。小声些，上头可还在呢。新郎官到了，林大人到了。微臣林文轩叩见陛下，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解除与昭宁长公主的御赐婚约。放肆！林文轩，你疯了！此乃父皇御笔亲赐、礼部亲自操办的婚事，你在大婚当日，众目睽睽之下公开拒婚。文轩哥哥，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文轩哥哥，你昨天不是还写信说今生定不负我吗？为了这场大婚，我提前3个月赶制衣裳，库房全打开了。你多看一眼的物件，我都让人抬进林家大门。你明明答应过我的，为什么要让我在满朝文武面前丢尽脸面？为了你，我连长公主的尊严都可以不要。掐这么重，公主都没反应，这皮肉功夫真练到家了。哭大声点，再大声点！上头那只姓陆的老狐狸和那个冰秧子靖王可都哼！听着呢。长公主殿下，请你自重。殿下平日里骄纵跋扈，奢靡无度，微臣看在皇室面子上本欲忍耐，可微臣万万没想到，殿下品行败坏至此。这些，皆是殿下过去1年暗中写给京城其他世家公子的情书，字迹确凿，丝印宛然。微臣虽是一介寒门，却也懂礼义廉耻，绝不娶这般不知廉耻之人为妻。林文轩，你演完了吗？林文轩，你演完了吗？要是演完了，那现在该轮到本宫了。林大人刚才口口声声说本宫品行不端，还拿出这么多情书作为铁证，那诸位大人不妨凑近看清楚。你想干什么？字迹确凿，丝印也是你的，你休想抵赖！大家瞧好了，本宫平日里虽不学无术，写字的习惯却是改不掉的。我写的宁字最后一笔总带个不易查的小回勾。林大人手里这些铁证，大伙儿瞧瞧，哪一个字有这个勾？清河，拿本宫平时写的字符来。好嘞。林大人刚才还说，心中早就有了旁人。本宫倒是好奇，是哪家名门闺秀能让大梁的新科状元连上公主这等天大的恩赐都瞧不上？林大人今日既然连前程都不要了，不妨当着父皇和百官的面把这位姑娘的名字说出来。怎么，说不出来？那本宫替你说，是首辅大人的嫡孙女，京城第一才女陆明淑陆小姐吗？长公主殿下，无凭无据，休要血口喷人，污蔑我陆家清誉。无凭无据，无凭无据。父皇，
女儿这里有一件旧物，还请父皇过目。去，端一碗太医署平日里消脓散毒用的碘灸来。盐铁专营之弊，在于官商勾结。无常与明书，论及此。诸位大人，想必对林大人3年前科举殿试那篇经世策论记忆犹新吧？第3题策论里，他用的便是这一模一样的句子。可巧的是，这句话正是陆大人5年前在怀章讲学录第3卷里亲手写下私人批注。林文轩，你一介寒门学子，连大梁各地州府的盐铁账册都不曾摸过一天，是如何将首府大人藏在书房最底层的治国策论一字不差写进殿试考卷的？甚至连无常与明书论及此这等家常话，你都原封不动搬了上去。无常与明书论及此。将军，这长公主不是满京城都传遍了的草包吗？我刚才看她哭得惊天动地，还以为今儿个得当场哭死过去，怎么一眨眼功夫就把那林状元和陆老头给大卸八块了？这长公主怎么跟传说中的完全不一样啊？陛下，微臣有罪，微臣要揭发林文轩科举舞弊。陛下，微臣有罪，微臣要揭发林文轩科举舞弊。张大人，令郎在江南做官，上个月被陆怀章的人扣在了苏州，不过您大可放心，半个时辰前，本宫的隐妻已经把人毫发无损地从陆家私牢里接出来了。只要你今日肯在父皇面前说一句实话，本宫不仅保你儿子平安，还保你张家满门无虞。陛下，3年前林文轩的考卷本是下等，是首府陆大人暗中给微臣递了条子，威胁微臣若不给林文轩点中头名状元，便要让微臣在江南的独子死无葬身之地。微臣一时糊涂，欺君罔上，求陛下治罪。陛下，林文轩舞弊一事，微臣确实毫不知情。讲学录本是老夫留给族中后辈传阅的，许是哪个不开眼的下人偷拿了出去，这才让林文轩钻了空子。至于张大人所言，纯属无稽之谈，还请陛下明断。哎呀，陆大人，都怪本宫记性不好，我是不是一着急不小心说错什么话了？您老人家在朝堂这么多年，可千万别跟本宫一个妇道人家计较。我也是3年前去您府上参加赏花宴，不小心在您书房里瞧教了这册子。我去方便下。本宫真不是故意的，本宫真不是故意的。够了！新科状元林文轩科举舞弊，欺君罔上，当众羞辱皇室清誉。来人，摘去他的乌纱，拔掉他的功名，即刻打入天牢。陆爱卿，既然林文轩是从你那讲学录里偷学的东西，张大人又口口声声指认于你，
按大梁律法，爱卿本该停职避嫌，但朕念你三朝元老，深信你的为人，特许你自证清白。这科举舞弊案，便由你内阁回同刑部，在半个月内彻查个水落石出。爱卿可千万别让朕失望啊！微臣领旨，定不负陛下厚望。公主，我的亲主子，咱们刚才配合的是不是也太好了？您瞧见没有？刚才陆老头听到您说书房那会儿，那张老脸绿的跟咱们府后厨刚摘下来的水黄瓜似的。胡说八道什么呢？本宫今日大婚被拒，那是真的伤心欲绝，哪里来的什么配合演戏？得了吧，公主，刚才您用碘酒擦丝帕，当众揭穿林文轩的时候，奴婢在后头看得真真的。您那双眼睛亮的简直跟天上的星星一模一样。公主，少贫嘴，回屋把本宫剩下的喜饼都搬出来。今夜折腾了这么一遭，肚子早就饿得贴后背了。哎呀，文轩哥哥，你可千万要在天牢里等本宫啊！本宫明儿个就去求父皇，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要我说，那林文轩倒是个有骨气的。长公主平日里何等骄纵跋扈，林大人那般清高文人，若真从了公主，这辈子脊梁骨都抬不起来。可不是嘛！听说昨日林大人穿一身素服去抗旨，真是视死如归。哎呀，你们都错了，那林文轩根本就不是什么有骨气的文人，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猪狗不如的东西。姑娘，你这话从何说起？那林大人昨日可是当众拿出了情书呢。呸！什么情书？那都是伪造的脏水！你们根本不知道长公主殿下对那林文轩有多好。为了供他读书，公主私底下不知赏了林家多少金银。结果林文轩一招中举，为了讨好别人，竟在大婚当日穿着奔丧的衣裳来作践公主。要不是昨日当场露了马脚，揭穿他抄袭首辅大人的私人批注，大家现在还被他蒙在鼓里呢。我胡说的，我什么都没说。花不卖了，不卖了。公主，东边2架紫藤木秋千已经架好了，投壶的场子也按您的吩咐，把距离拉远了3尺。做得好，这戏得演全套。本宫伤心过度，总得找些新鲜玩物来排遣忧闷，把这地方改成个大型游乐场。过几日，把京城里那些纨绔子弟都叫来折腾。唯有如此，那陆老狐狸才会觉得本宫依旧是个不着调的废物。是。怎么，咱们的卖花姑娘今日在听雨轩没捞着赏钱？公主，奴婢刚才差点把天捅个窟窿，一时说痛快了，差点把您聪明的底细给漏了。得亏奴婢跑得快，装得够害怕，漏了才好。一个惊慌失措、不小心说漏嘴的丫鬟，反而更显得这消息是从长公主府里无意间传出去，比你刻意去说要真挚100倍。行了，本宫先前与你打的赌，你可还认？赌陆家那才女什么时候来登门？本宫赌她今日午时3刻之前必到。陆怀章挨了父皇一记软刀锋，此刻定然急于弄清楚本宫昨天到底是歪打正着，还是深藏不露。他那宝贝孙女急于挽回名声，便是最好的探子。启禀公主，陆府的明淑小姐抬了轿子在府门外，说是奉了首辅大人的命，特来探望伤心欲绝的长公主殿下。得，奴婢服了。这就去把人打发了。
陆小姐，实在是对不住了。我们家公主自昨日回房后便不吃不喝，整夜的哭。她对外宣称闭门谢客，谁都不见，尤其是陆小姐您。清河姑娘，我今日是真心来探望殿下的。我祖父也十分挂念殿下的身子，特意让我带了百年山参过来。你就不能进去通传一声？通传了也没用啊。我们家公主说了，昨日林公子那般作践她，她只要一瞧见陆小姐您的脸，就会想起林公子说心中有人时的模样。公主说她心里疼得像刀割一样，见了您只会更加伤心欲绝。陆小姐，您就心疼我们家公主，快些请回吧。既然殿下伤心过度，那我便改日再来，还请殿下节哀。文轩哥哥，林大人行事糊涂，殿下莫要气坏了身子。还愣着做什么？走！见到人了？没见到。那萧昭宁把府门守得死紧，底下的丫鬟哭得跟死了爹娘似的，说是萧昭宁自昨日起便不吃不喝，哭得不成人形，还说见了我就想起林文轩昨晚拒婚的事，心里疼得难受。你觉得他是真傻还是假傻？自然是真傻，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昨日他能拿出那块丝帕，不过是3年前在咱们家赏花艺上歪打正着，不小心看到了祖父的手稿，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要是他真有那般城府，今日怎会还为了林文轩那等舞弊之人哀悔过度，不见外人？依孙女看，他现在指望着林文轩能回心转意呢，成不了任何气候。不过是个运气好些的深宫小姑娘。行了，只要她继续这么闹腾下去，陛下那柄软刀子，老夫也有的是办法折断。长公主痴情哭伤，闭门绝食陈早。将军，您听听外头那些百姓说的话没有？我就说吧，昨日在长公主府里，那指不顿是皇帝老儿提前给公主排练好的戏码。您瞧瞧，今儿那长公主还不是现了原形？听说为了林文轩，在府里哭得连饭都吃不下，连陆家小姐登门都被他那疯丫鬟骂了回去。这皇家金枝玉叶，原来真的是个死心眼的大草包。王虎，在边关待了几年，你的脑子是让北狄的风沙给唬死了吗？啊，属下哪里说错了？长公主若真是为情所困，昨日竟不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精准抛出那块蜜血丝发，更不会借张大人的口，在百官面前将陆怀章逼入死角。他这不叫哀悔过度，他这是以退为进，利用满城百姓的嘴，把陆家徇私舞弊的罪名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同时闭门谢客，才是真正不给陆怀章2次试探的机会，将自己完全藏在暗处。公主心思深得很啊！这里头竟然有这么多弯弯绕绕，那他那丫鬟在茶馆里哭鼻子也是装的？周显、陆怀章，既然你们这么急着把当年的脏水洗干净，那本宫就帮你们把这盆水彻底泼成血水。陛下，微臣有本要奏。奏。半月前，
新科状元林文轩在长公主大婚之日咆哮公堂，更牵扯出科举舞弊这等震动朝野的恶性大案。如今满城风雨，天下士子议论纷纷。这半月来，内阁会同刑部日夜轮番审讯，逆贼林文轩已对偷盗老夫讲学录、司徒行贿主考的罪行供认不讳。此等欺君罔上、败坏文风的朝廷败类，若久拖不决，恐有损皇家尊严，更让天下读书人寒心。故而微臣恳请陛下为顾全皇家颜面，亦为平息民间误疑，应尽快将逆贼林文轩及礼部侍郎张大人斩首示众，以儆效尤。父皇，儿臣以为万万不可。科举乃国之大计，伦才大典，岂容草草结案？林文轩一介寒门书生，若无朝中通天权贵暗中庇护铺路，如何能摸进首辅大人守卫森严的私宅书房，偷得那密不示人的讲学录？张大人堂堂礼部侍郎，若非受人胁迫，岂会为区区一个寒门穷酸赌上满门抄斩的风险？此案背后必然另有乾坤。儿臣恳请父皇将此案移交大理寺卿三死会斩，彻查到底。太子殿下宅心仁厚，自是社稷之福。但殿下久居深宫，不知外面民情汹涌，群情逼愤，甚至传言朝廷在仗势欺人，屈打成招。若再这般无休止株连查办下去，只怕案情未水落石出，便先寒了天下百万读书人的报国之心。到了那时候，朝廷的威信何在？首辅大人所言极是，恳请陛下速速结案，以安天下士子之心。求陛下圣裁，速杀逆贼，以正法度。陛下。末将镇北侯之子，宣威将军沈燕，叩见陛下。沈将军，你今日进宫，本是来向陛下述职的。这朝堂上的政务商讨，恐还轮不到你一个驻守外防的武家来插嘴。陛下，末将有话要说。方才首辅大人说，案件久拖不决，会寒了天下人的心。可末将却以为，若为了一时的所谓皇家颜面，便找几个傀儡草草结案，掩盖真相，才会让这天下真正含冤之人泣血，让世间公理彻底荡然无存。10年前，末将的父亲被小人诬陷通敌叛国。当年朝堂之上，亦是有某些大人们高呼着为了皇家颜面，不容大理寺复核，不准三司彻查，在短短10日内便草草定案，将我沈家满门72口推上了断头台。10年来，末将在西北边关引兵斡旋，每闭上眼，都是我沈家满门72口的冲天冤魂。如今林文轩一案，舞弊铁证如山，其背后牵扯的礼部利益盘根错节。若是朝廷再像当年对付我沈家一样，找林文轩和张大人当替死鬼，草草砍了脑袋了事，那这大梁的律法便只是一直掩护权臣结党营私的废纸。末将拼死御前，恳请陛下重开彻查，以正国法。沈燕啊，你今日这般言语，是在怨恨朕当年昏晕吗？末将不敢怨恨陛下，末将只求一个公道。好一个只求公道！既然首辅大人觉得此案牵连甚广，大理寺又怕得罪了人，久拖不决，那这科举舞弊案，朕便交给你了。沈燕听旨，朕命你暂领刑部尚书衔，作为钦差主审林文轩舞弊一案。朝中凡涉案官员3品以下，你皆可先斩后奏。朕倒要看看这底下的根究竟烂到了什么地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文轩哥哥平日里最是清高，连旁人送的古玩都瞧不上，怎么可能会去抄袭陆大人的手稿呢？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肯定是那个刚回京的粗鲁不讲理的沈燕，他在朝堂上胡言乱语，就是想文轩哥哥的脑来当他自己立威的垫脚石。父皇，女儿求求您了，您放了文轩哥哥吧，大不了女儿不治他的罪了，女儿这辈子不能没有他呀！胡闹，简直是皇室耻辱！当众拒婚，将我皇室尊严踩在脚底下践踏，你竟还敢跑来御前为这等舞弊欺君之贼求情！沈燕已经接了朕的钦差圣旨，此案必须严查。来人，把长公主给朕乱棍轰出去，送回长公主府死死禁足。没有朕的旨意，不许她出来丢人现眼。父皇，文轩哥哥是冤枉的，父皇。我说你这个黑铁塔，你是饿死鬼投胎还是怎么着？这醉仙楼招牌的水晶肘子，我家公子连筷子都还没动，你一个人就这大饼吧吧唧塞进去大半盘了。俺们当兵的天天在风沙里练武，饭量大怎么了？再说了，你们家公主一天到晚在府里见秋千玩投壶，还不许旁人吃块肉垫垫肚子，难怪满京城都说她是个不着调的。你敢骂我家公主是草包？你信不信我让府里的护卫4条大棒把你撵出去？你们家将军倒是厉害，在朝堂上一天到晚憋不出3句话，跟块茅坑里又臭又硬的石头似的，不怕把自己活生生憋死吗？清河，闭嘴。退下。今日朝堂之上，沈将军真是好大的威风，生生用自己身上的血，从陆怀章那只老狐狸的嘴里把这案子的主审权硬抢了过来。本宫以前倒是小瞧了将军的魄力。长公主殿下在养心殿偏殿外头那场哭天各地寻死觅活的求情大戏，才是真正让末将叹为观止。想必此时陆怀京府上的案台上已经放满了殿下为情所困、愚不可及的密报，越发觉得殿下只是个运气好些的废物了吧？沈将军的耳目倒是灵通。公主殿下，我们的敌人是同一个。是啊，同一个。公主，咱们回去吧。这地方哪是人待的？要是被发现了，是要掉脑袋的。闭嘴！再出声，本宫就把你丢在这儿和那些死囚作伴。什么人？天牢重地，夜间无圣旨，任何人不得。宁儿，这是先帝留给朕的影卫丝。父皇。宁儿，这是兵符，你拿着，共72人，自幼在暗室培养，武艺绝伦，只认令不认人。朕的龙体一日不如一日，陆怀章把持6部，门生遍布天下。影妻随你一同长大，从今往后便是影卫司统领。10年前镇北侯府灭门，朕用这股暗刀在陆怀双眼皮底下保住了沈燕那孩子一条命。你哥哥性子仁厚，少了帝王的狠辣，朕若撒手，大梁江山怕要改姓陆。如今天下大案，朕
把这最锋利的一把底牌交给你了。开门。林大人，这天牢里的滋味可比你在江南苦读时好受些。长公主殿下深夜屈尊降贵来这种安杂地方，是来看微臣笑话的。如果是来耀武扬威的，那你看到了，微臣如今沦为阶下囚，殿下可还满意？看笑话，你还不配让本宫浪费睡觉的时辰。看笑话，你还不配让本宫浪费睡觉的时辰。林文轩，本宫是来给你指一条活路的，只要你把知道的都吐出来，本宫保你家人平安。微臣听不懂殿下在说什么，科举赌币是微臣一人所为，与旁人无干。殿下就算杀了我，微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还在指望陆怀章能救你出去？林文轩，你是个聪明人，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犯了糊涂？陆怀章是什么人，你比本宫清楚。今日在朝堂上，他可是第一个站出来，极力恳求父皇将你和张大人尽快斩首示众的。你胡说！首府大人他说过保你性命，保你加官进爵。你不过是他用来试探父皇底线，顺便羞辱皇室的一颗棋子。如今棋子不仅没能发挥作用，反而惹了一身麻烦。你觉得以陆怀章那般狠辣的手段，会留着你这个活口，等着沈宴明日来三司会斩，把你肚子里的秘密一点点掏出来吗？别挣扎了，你那在江南老家的父母，还有那个刚及第的妹妹，你猜，是沈宴的钦差类队先去拿人，还是陆怀章派出的死士先去灭口？只有配合本宫，把陆怀章的底牌交出来，本宫的隐卫才能在陆家的人赶到之前，保住你全家的性命。我说，我全都给你，求你放过我家人。我说，我什么都说，求殿下救救我爹娘和妹妹，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说，3年前的科举，到底是谁在中间替你和陆怀章牵线？是周显，礼部侍郎周显。他表面上一直是个只知道钻营的庸官，但早就是首辅大人的门生了。当年就是他把那份带有批注的奖学录偷偷塞给我的，也是他暗示张大人给我定头名的。周显，他手里可有什么能直接定死陆怀章的实质证据？有，一定有。微臣有一次去陆府拜见，无意中听到周显和首辅大人谈话。首辅大人书房的西北角有一块活动的地砖，下面藏着一个紫檀木暗格。暗格里有什么？微臣没亲眼见过，但听周显的意思，里面藏着陆家这些年来在六部安插的所有党勇的秘密通信，还有他们贪墨受贿的秘密账本。每月15，他都会独自留在书房，把新收到的紧要物品亲自放进那个暗壳里。书房西北角，紫檀木暗格，每月15，果然在那里。如今有了林文轩的口供，这条线终于被咬死了。很好，你的家人，本宫会派人护下。但你这颗脑袋能不能保住，就看明日在沈宴面前，愿不愿意把今天的话再说一遍。沈将军，这么晚了，将军怎么会在天牢门外？末将职责所在，自当尽心。倒是长公主殿下，深更半夜造访这等污秽之地，不知有何贵干？本宫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文轩哥哥误入歧途，所以偷偷弄了块令牌来这里劝劝他，让他千万要配合沈将军的调查，早日洗清冤屈。本宫这也全都是为了他好啊。哦。那不知林大人听了殿下的肺腑之言，可有感激莅临，决定痛改前非？文轩哥哥已经知错了，明日将军提审，想必他会很愿意和将军掏心掏肺的。
沈将军好，您今夜真英俊。这丫头刚才在酒楼里还骂咱们将军是闷葫芦呢，这会儿怎么成结巴了？哎呦！少在这给本宫丢人现眼，回府。夜深路重，沈将军在此守门辛苦了，本宫就不打扰将军办案了，告辞。尹七，属下在。通知天机阁暗线，全面盯死礼部侍郎周显。从他每日的行踪，见过什么人，到他府上采买了几斤几两的肉，本宫都要知道的清清楚楚。另外，把3年前负责侦办那位揭发舞弊的考官离奇死亡案的卷宗，能给本宫调出来。既然林文轩说周显是陆怀章藏在礼部的关键门生，那咱们就顺藤摸瓜，从周显下手。把他贪赃枉法、操控科举的铁证全给本宫扒出来。属下遵命。禀主子，天牢那边的眼线传回急报，半个时辰前，长公主带着人进去了。因为对方手里有御赐的最高密令，咱们的人没敢阻拦。他果然去见林文轩了。呵呵，老夫原本还以为他只是个为情所困的蠢货，看来这皇家养出来的丫头就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既然他这么想死，连老夫的棋子都敢去碰，那老夫就成全他。今日春光正好，明叔请大家来府上小聚，不为别的，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吟诗作对，交流些做学问的心得。莫要辜负了这满园的桃花。要论作诗，咱们京城里谁能比得上明叔姐姐？姐姐可是公认的第一才女。那些诗词文章，连国子监的老学者看了都赞不绝口。咱们今日来，也不过是跟着姐姐长长见识，做个陪衬罢了，可不是吗？明叔姐姐冰清玉洁，满腹诗书，才是真正的名门闺秀，哪里像宫里那位高高在上的长公主殿下，平日里只知道买首饰、看戏子也就罢了，大婚之日被人当众拒婚，如今听说天天躲在府里1哭2闹3上吊，连大门都不敢迈出一步。真是丢尽了皇家的脸面。王妹妹慎言，公主殿下只是用情至深，一时没转过弯来罢了。林大人虽然有错，但公主这般放不下，也是个可怜人。咱们在背后废议皇家，终究是不妥的。将军，这帮酸娘们唧唧歪歪，到底在说什么呢？一句话绕8个弯，听得俺脑仁疼。不过这陆老头家的点心倒是真舍得放糖，比咱们边关那硬的能砸死人的干粮好吃多了。就是分量太小，不够塞牙缝的。既然是赏花作诗的大好春光，怎么没人给本宫送张帖子？陆小姐这待客之道，似乎有些厚此薄彼。公主殿下能来，陆府蓬荜生辉。只是明叔听闻殿下近来伤心过度，已经好些日子不曾出府。今日诗会多是些文墨切磋，明叔怕惹了殿下触景伤情，这才没敢贸然打扰。殿下今日怎么有这般好兴致？伤心？本宫有什么可伤心的？本宫今日来，就是听说京城第一才女在办诗会，特意来看看你们这些整日把酸诗挂在嘴边的人，究竟有几分真本事。公主殿下千金之躯，平日里喜欢的是看戏听曲儿，这作诗讲究的是平仄押韵，引经据典。若是殿下待会儿听不懂，觉得沉闷，不如早些回府歇息，免得在这里闹了笑话，大家面上都不好看。闹笑话？闹笑话？本宫今日既然来了，就没打算空着手回去。陆明书，本宫听闻你才名广播，
敢不敢今日就以这满园桃花为题，当着众人的面与本宫比一场作诗？殿下既然有此雅兴，明书自当奉陪。只是诗词本无高下，不过是切磋罢了。殿下若是输了，可莫要生气。少废话，你先来。幽兰生空谷，孤松傲霜雪。不与百花争，清谷自己绝。陆小姐才情令人钦佩。好诗，好诗啊！这诗骨气极佳，用词老辣，清谷自皎洁一句更是点睛之笔。陆小姐不愧是首辅大人的嫡孙女，这份才华，老祖等自愧不如啊！将军，这算娘们念的什么玩意儿？俺怎么一句没听懂？公主殿下不会真的要输了吧？要不要俺现在过去把那桌子给掀了？他不会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陆小姐，你这首标榜自己清古皎洁的诗写得确实不错，难怪能骗得这几位老大人为你大声叫好。只是本宫有些不明白，你这句“孤松傲霜雪”里的“傲”字，写在这纸上，怎么偏偏多了半个偏旁，变成了一个根本读不通的错字？这不过是名义诗笔误，写得急了些，诗词看的是意境，殿下何必揪着一个笔误不放？笔误？30年前，你祖父怀章还不是这权倾朝野的首辅，而是一个刚刚落地穷酸细才。他在切磨绣下管罪役者，借着酒意写下了这咏竹来抒发怀才不遇的酸气。当时他喝得烂醉如泥，提笔忘字，便将那个“傲”字写错了一半。你陆明书为了保住这京城第一才女的虚名，不仅恬不知耻地翻出你祖父早年未公开的旧作据为己有，甚至连他当年喝醉酒写下的错别字，你都原封不动地照抄了上去。你胡说！你血口喷人！陈大人，你是翰林院的老臣，与陆怀章相交40年，你敢当着本宫的面摸着你的良心说，这首诗的遣词用字，那股子挥之不去的酸腐气，到底是不是陆怀章早年的手笔？这遣词壮快，确实有几分首辅大人当年的风骨。哎呀，怎么做出这等事来？好，公主殿下威武，抄诗就算了，连错别字照着抄，俺们村口教书的瞎子都没你这么丢人。这京城第一才女的名号，原来是买一送一送来的。适可而止。沈将军还有何事？没什么，只是想告诉殿下，你今天真好看。长公主来礼部查账啦！哎呦，长公主殿下，您可是稀客呀！只是这账房种地的钥匙一直由管库的老王收着，老王昨日偏偏告病假回乡下探亲去了。要不殿下先回府歇息2日，等老王回来，微臣亲自把账本给您送到府上去。
带我去账房。公主，请这边走。哎呀，这门怎么自己坏了？周大人，看来连老天爷都觉得这账今日非查不可呢。钥匙既然丢了，换把锁就是了。大人总不会心疼这一把锁的银子吧？公主，请。殿下，这就是近3年的刻骨账目了，您慢慢看，微臣就不打扰。宁儿，这天下最容易藏污纳奏，也最容易杀人不见血的地方，就是账本。那些贪官以为账目做得天衣无缝，只要你学会算盘上的乾坤，就等于捏住了他们的命门。父皇放心，女儿知道，只要女儿在外面装得足够草包，整日争风吃醋、骄奢淫逸，那陆怀章绝不会把一个恋爱脑长公主放在眼里。慢着，周大人。慢着，周大人，本宫要的是近3年科举考场的修缮、纸墨采买以及考官的兵态性账目。你拿大梁12年，也就是8年前父皇千秋寿宴的礼部采买明细来糊弄本宫，是觉得本宫不识数，还是觉得父皇的圣旨是一纸空文？瞎了你们的狗眼！怎么拿的账本？还不快去把真正的账册搬来！殿下查账辛苦，这账房里灰尘重，您喝口上好的君山红汁润润嗓子。本宫今日出门前喝过参汤了，倒是周大人满头大汗的，想必为了找这些账整费了不少心思。这杯茶还是周大人自己喝吧。这是特意为殿下泡的，臣怎么敢？本宫赏你的，你敢抗旨？本宫赏你的，你敢抗旨？微臣手滑了，手滑了就滚出去候着，别在这里碍本宫的眼。景恒23年秋试，朝廷拨银1万两，用于修缮京城南苑考场。南苑考场实际采买青砖2万块，瓦片5000片，木材300根，合计支出8000两，结余2000两已入礼部库房。不对，南苑考场一共只有500个号舍，按照工部历年营造规制，即便全部翻修，1万块青砖和200根木材已是绰绰有余。更何况那年秋试并没有扩建考场，这2万块青砖的采买单子是谁签的字？回主子，是周显周大人的私印。多报了1倍的材料，这多出来的几千两银子，怕是都变成了某人家后院的青砖大瓦了。记下来，这是一笔死账。公主，口水擦擦，别滴在本宫的账本上。公主殿下，俺给您带帮手来了。俺们将军说了，这礼部的账本又臭又长，怕累着公主。这小子是礼部专门管采买发饷的，叫孙明。俺们将军费了好大劲儿，才从城外破庙里把他逮回来。周显那个吸血鬼，不仅在科举采买上吃回扣，还克扣我们这些底层差役的俸禄。哦，他怎么克扣的？3年前那场科举，朝廷明明拨了专款，让我们给考官准备饭食和炭火，可周显把银子全都昧了下去，买的都是发霉的陈米和劣质的黑炭。他还以考场损耗为名，扣了我们所有人整整3个月的俸禄。所有关有于笔墨纸砚损耗的账目，全都是周显捏造的空头账。那些银子全都被他拿去城东买了一尊极品玉雕，送给了一位大人物。很好。公主，您别累着了。俺们将军说了，这周显就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滑头。您要是觉得证据够了，俺现在就带兵出去，一拳就把他打趴下，直接扭送大理寺。你个憨憨，这是在礼部衙门，你以为是在边关打仗呢？要是把人打死了，公主还怎么拿他做文章？俺这不是怕公主气坏了身子吗？不用你动手，账本里的东西比你的拳头好用得多。
保护主子。走！快救火啊！那里头可都是朝廷的机密账本啊！你们瞎了眼吗？风向变了，那边偏房里供奉着祭天用的御赐金器，若是被火星子燎掉了一点漆，咱们整个礼部都要掉脑袋。公主，火太大了，根本救不下来。咱们刚才查出来的那些证据，全都烧没了，这可怎么办啊？长公主殿下，微臣有罪，微臣该死啊！都怪手底下的奴才做工不长眼，不知怎么碰翻了偏房内祭天金器旁的炭盆，竟然引起了这么天大的火灾。这账房里存放着近3年的科举原始账册，如今全都被烧成了一堆死灰啊！这天灾无常，账本都烧没了，什么凭证都没留下，这账咱们实在是查不下去了啊！微臣明日定当亲自上折子向陛下请罪。这意外天灾，想必陛下也会体恤微臣平日里当差的难处。周大人，你这话说的可就有些见外了。这火烧的确实干净，不过你是不是高兴的太早了些？周大人以为本宫今日大张旗鼓拿着父皇的圣旨来你礼部砸门，还带人坐在账房里把算盘拨得噼里啪啪乱响，是真的在指望今天下午那区区几个时辰把你这3年的烂账翻个明白吗？你那些烂在肚子里的贪墨勾当，南苑考场虚报的1万块青砖，考官范时正克扣的陈米黑炭，还有你去年城东买来送去陆府的那尊极品玉雕，本宫在今天进你礼部大门之前就已经把底细查得一清二楚了。这本册子里没有半句废话账目，记录的全是你每一笔赃款的流向，每一个数字的逻辑漏洞。本宫今天亲自坐在这账房里，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全京城看，顺便给你这头老狐狸递一根火镯子罢了。你算计我？本宫可没有逼你，火是你自己让人放的，不仅有账目漏洞作为物证，本宫还替你拿下了你礼部放火毁尸灭迹的现行死事。周大人，你猜父皇明日在朝堂上看到这本折子，是会降旨体恤你的意外天灾，还是直接诛了你周家的九族？陛下，臣冤枉啊！昨日礼部走水纯属天灾意外，可长公主殿下却趁乱拿出一本不知从哪里伪造来的新册子，硬说是臣贪赃枉法的证据。那册子上墨迹都还没干，分明是有人早早算计好了，故意纵火毁去真账本，好拿这本假账来构陷微臣啊！还有这个孙明，他平日里在礼部就手脚不干净，屡次被臣训斥，早就对臣怀恨在心。他定是被有心之人收买，这才满口胡言污蔑微臣，求陛下明察，还微臣一个清白。周大人这颠倒黑白的本事，不去茶馆当说书生，还真是屈才了。周大人说这本册子是女儿伪造的，这指控可太重了。女儿虽平日里只喜欢算算封地进项，但也知道朝廷的账不是光凭一本册子就能定罪的。你说账册是假的，那我们就来看看银子。礼部每一笔大宗采买都需要拿着批条去银库支取现银，商行那边也必定有签收的底根。你烧得了礼部的原始账本？你烧得了京城4大商行的总账吗？景恒23年秋试，南苑考场修缮，你礼部向国库报备支出8000两白银，说是采买了2万块青砖，500根上好红木。可这是京城最大的隆昌砖窑和锯木行昨日交出来的3年总账底单，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当年礼部从他们那里取走了1万块次等青砖和200根朽木，总共花费不到2000两。这票据上还盖着你周大人私人的私鉴，剩下的6000两白银
插上翅膀飞了吗？你不是说孙明被收买了吗？那么我们就再来计算一下考官的冰炭镜。朝廷体恤考官辛苦，特批3000两银子采买上好红罗炭。可孙明昨日已经带着刑部的人，从你京郊私宅地窖里挖出了整整2000斤还没来得及销赃的红罗炭，而考场里烧的全是一呛一屋子黑烟的劣质碎渣。这6000两修缮款，加上买炭摊没的银子，最后在京城玲珑阁里化作了一尊价值10000两的极品玉雕。那玉雕的掌柜昨日已被沈将军请到刑部大牢，他可是亲口供认，这玉雕是你周大人亲自挑的，说要送给一位极重要的贵人。周显，你还有话要说吗？拦住他！给老子回来！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微臣招了，微臣全都招了。微臣确实贪了科举经费，但那笔钱微臣根本没有拿全啊！是户部尚书钱大人，钱大人从中抽了整整40%，那尊极品玉雕也是他暗示微臣买下来，好一起去孝敬首辅大人的呀！陛下明鉴，这老狗死到临头乱咬人，微臣冤枉啊！放肆！堂堂礼部侍郎，竟伙同户部贪赃枉法，甚至敢在朝堂之上当众逃跑！来人，把周显给朕拨去官府，打入天牢死。没有朕的手谕，任何人不得探视，将其满门抄家，家产尽数充入国库。陆爱卿，这周显不仅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得意门生，更是礼部的主官。如今他出了这等贪赃枉法、毁坏科举国本的丑事，你这个做老师的、做首辅的，就没有一点失察之罪吗？微臣用人不明，教导无方，致使周显走上歧途，罪该万死，请陛下重重责罚。你是3朝元老，朕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既然你教导无方，那便卸下内阁担子，好好反省反省吧。即日起，罚陆怀章前往皇家太庙闭门思过1个月，没有朕的旨意，不得踏出太庙半步，更不得会见任何朝臣。筹谋数月，本想借大婚与科举案重创皇室，如今林文轩折了，礼部根基尽毁，户部被牵连，就连自己也被迫离开朝堂。微臣遵旨，叩谢陛下天恩。太解气了，公主，这回陆家那个老狐狸算是栽了个大跟头，让他去太庙面对列祖列宗思过，这1个月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非得憋死他不可。不行，奴婢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平时那么嚣张，奴婢非得去给他添点堵不可。你画的这是什么东西？一坨长了4条腿的黑面团。公主，这叫缩头乌龟。您看，这乌龟把头缩在壳里，背上我还给他画了一顶首辅的乌纱帽。奴婢这就去给陆大人送行。你这死丫头越发没规矩了，去吧。这是我家公主特意给首辅大人的临别赠礼，祝大人在太庙延年益寿。萧昭宁，去太庙。我回来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公主，您是没看见陆大人当时的眼神，活像要生吃了我似的。不过当他看见那只乌龟的时候，脸都绿成老冬瓜了，简直太解气了。你这丫头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本宫让你去，你还真敢去。要是被陆大人身边的死士盯上，你这小命可就交代在半路上了。奴婢这不是知道尹妻在暗处跟着吗？公主殿下好手段，这一招借力打力，算是把陆家在朝中的一角给彻底掀翻了。沈将军今日不是应该在刑部审讯周显吗？怎么有空来本宫这长公主府闲逛？周显进了刑部死牢，为了保命，已经把户部尚书钱震的底子透了个清楚。陆怀章被罚去太庙，这是绝佳的机会。接下来，这朝堂上的风浪只会比现在更猛烈。公主，这10年来，你一个人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宫里，顶着草包的骂名，暗中筹谋这一切。我知道你背负了太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重担。从前你孤军奋战，但以后，只要你愿意，无论前方是刀山火海还是万丈深渊，让我和你一起承担。只要我沈岩还活着一天，就会一直站在你这边。沈将军的话，本宫记下了。只是这盘棋才刚刚下到中盘，现在谈以后，还为时尚早。主子，陆怀章的马车已进入太庙，但属下探得，户部尚书钱正今晚秘密召集了几名心腹，似乎有所动作。陆怀章那样的人，就算是龟缩在太庙里，也不会就这么咽下这口气的。礼部倒了，断了他一臂。接下来，该轮到他的钱袋子了。传令下去，死死盯住钱正。是。下一个，轮到户部。公主，您快看，奴婢弄来了什么新鲜玩意儿？你这丫头，府里都快吵翻天了，又去哪儿淘回来的扁毛禽兽？这可是西域来的聪明鸟，教什么会什么。奴婢寻思着，那陆老狐狸不是被罚去太庙了吗？奴婢就花了整整3天功夫，天天对着这鸟念叨陆怀章是奸臣，想让他学几句解解气。哦，那你教成了没有？让他说2句来听听。来，乖鸟儿，说陆怀章是奸臣。陆怀章是缩头乌龟，缩头乌龟，掌月钱，掌月钱。你这死鸟，谁叫你说后半句的？闭嘴，闭嘴！缩头乌龟，掌月钱。你这只会学舌的坏东西，看我不收拾你！你这丫头，自己满脑子钻钱眼里，连教出来的鸟都这般财迷。行了行了，看在这句缩头乌龟骂的实在凑趣的份上，下个月你的月钱，本宫给你涨500文。奴婢多谢公主赏赐，这鸟买的太值了。掌月钱，
掌越浅。这位壮士，10文钱5个竹圈，炮中什么拿什么，要不要来试一把？给俺来5个，俺在边关连飞奔的野兔都能射中，还套不中这地上的死物。嘿，俺这暴脾气，再给俺来20文钱的。哟，这不是沈将军身边那位一天吃8顿饭的王护卫吗？怎么，沈将军不给你发俸禄，跑来我们公主府的摊子上进货来了？只可惜啊，光有蛮力没有准头，这竹圈可不认你的块头。你懂什么？俺那是还没活动开筋骨。你要是真有本事，就帮我把那个金镯子套出来。套中了，我以后就不叫你憨憨了；套不中，以后见了我就得乖乖叫一声清河姑奶奶。套就套，你给俺看好了。瞄准。还剩最后5个圈了，姑奶奶这声叫唤，我可是等着听呢。套中了，俺套中了，俺就说这玩意儿难不倒俺。给你，俺套中了，你可说话算话，以后不能再叫俺憨憨了。算你还有点本事，本姑娘一言九鼎，谢谢你啦，以后我不骂你憨憨就是了。宁儿，你这究竟是在做什么？如今朝局刚有起色，周显入狱，陆怀章被罚，正是咱们乘胜追击的好时候。你怎么又把这公主府弄得乌烟瘴气，还把这群只会斗鸡守狗的纨绔招进府里？你知不知道外头的大臣们是怎么议论你的？都退下，去前院盯着点儿。哥哥，这满院子的乌烟瘴气，本就是我刻意做给外头那些人看的。做给他们看？为什么？你前几日在朝堂上和礼部账房里的那份手段已经足够震慑群臣了，何必再自无名声？正因为手段太狠，才更需要这层草包的皮来掩护。哥哥，你仔细想想，陆怀章虽然被罚去了太庙，但他门生故事遍布6部，户部尚书钱政、兵部侍郎、吏部考公司，这些人哪一个不是陆家的铁杆党羽？如果我扳倒了周显之后，继续展现出咄咄逼人的精明，甚至立刻调转枪头去查户部，你猜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陆家党羽会作何反应？他们会感到彻底的恐慌，为了自保，他们会彻底抱团，甚至狗急跳墙，联合起来在朝堂上反咬我们一口。没错，人在极度恐惧下，反扑的力道是最可怕的，所以我必须在这时候停下来，大张旗鼓的吃喝玩乐。
我要用这满院子的荒唐告诉钱正和那些陆家党羽，我萧昭宁之所以搞死周显，只是为了报大婚被拒之仇，只是小女儿家气急败坏的泄愤，而不是在针对整个陆家派系。我依旧是那个只知道享乐、见好就收的草包公主。而人在放松警惕的时候，最容易露出致命的破绽。宁儿，你长大了，哥哥不如你。你说的对，你在暗处用这副荒唐的表象麻痹他们，那哥哥就必须在明处站出来。陆怀章不在内阁的这1个月，我绝不能让钱正那些人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哥哥能这么想，这大梁的江山就稳了一半，朝堂上的明枪暗箭，就劳烦哥哥多费心了。主子，出事了。说，边关传来800里加急军报，北敌撕毁了休战协议，10万铁骑大军已在雁门关外集结完毕，蠢蠢欲动，大有分兵3路直接扣关入侵的迹象。边关将领折损严重，形势危如正干。陆怀章那个老匹夫，才去了太庙几天，边关就出了这么大的岔子。他这是想借着外患，逼父皇将他重新请回朝堂主局啊！传令下去，备战。北敌撕毁了盟约，10万铁骑南下，镇守雁门关的宣威老将军已经殉国了。10万大军，北敌人怎么毫无征兆，突然集结这么多兵力？宣威老将军一倒，北境防线岂不是群龙无首？父皇，雁门关是京城北面最后一道门户，不容有失。当务之急，应立刻选派主帅驰援北境。太子所言极是，朝中老将凋零，若论统兵之才，靖王本是最佳人选。只可惜靖王抱恙在身，靖王身子骨向来孱弱，需要静养。这等军国大事就不要惊扰他了。诸位爱卿，还有何人可见？启禀陛下，微臣举荐陆明远。陆将军熟读兵书，精通谋略，可担主帅之责。微臣附议，陆将军兵法出众，确是统帅之才。陛下，臣宣威将军沈燕，请出战。臣镇守边关多年，熟悉北敌军情，臣愿领兵出征。若不能退敌，甘愿军法处置。将军勇武有余，统帅3军，靠的可不仅仅是冲锋陷阵。放屁！放屁！父皇，女儿虽是妇道人家，但也知道一个道理：这没杀过猪的屠夫，背再多的杀猪补，上了案板，他也切不好肉啊。父皇，陆明远是读过不少兵书，可他连边关的风沙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更别说真刀真枪杀敌了。反观沈将军，
却在边关杀了10年敌。沈将军身上的刀疤，只怕比陆明远看过的兵书还要多。大敌当前，是要一个纸上谈兵的少爷去送死，还是要一个身经百战的真将军去御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宁儿话虽糙，理却不糙。国家危难之际，容不得半点书生气。沈燕听旨，臣在。朕命你为镇北大将军，节制北境诸州兵马，即刻驰援雁门关。陆明远既然熟读兵书，也不能屈才。朕命陆明远为副将，随军历练。臣领旨谢恩。沈将军，等一下！公主怎么来了？这里人多眼杂，刀剑无眼，并不安全。沈燕，战场上瞬息万变，陆明远既然作为你的副将出征，你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这人虽没实战经验，但心胸狭隘，极好大喜功。陆家既然把他安插进去，就绝不会只是让他去历练那么简单，他一定会找机会给你使绊子，甚至为抢功劳不择手段。公主放心，陆明远若是安分守己也就罢了，他若敢在军中玩弄权谋手段，我的刀可不管他姓什么。等我回来，等我击退北敌，把北境的安宁带回来，我有话对你说。拿着，城东那家老字号刚出锅的桂花糕，我排了半个时辰的队才买到的。你个一天不吃饿得慌的饭桶，去了边关那种苦寒之地，要是饿瘦了，我可不认识你。清河，这个给你。这是俺昨晚在兵营里找了几个老兵教俺缝的，俺手笨，缝的难看。你在京城跟着公主也是步步惊心，这平安符你带着，就当是俺在保护你。你这个憨憨，谁要你保护了？你在边关给我听好了，打仗的时候长点脑子，别一遇到敌人就嗷嗷叫着往最前面冲，刀剑不长眼的，知不知道？俺记下了，俺可是答应过你的。等俺立了军功回来，还要用军饷去摊子上给你套更多更粗的金镯子呢。全军听令，开拔！等我回来。回府。尹七，属下在。即刻起，尹卫司全员出动，撒下天罗地网，12个时辰不间断的死死盯入户部尚书钱正的每一个举动。是，还有，给我盯死靖王府，任何进出这2处的信鸽、马车，甚至是一个稻叶箱的杂役，都要盘查的底朝天。属下遵命。主子，沈燕的大军已经出城了，陆明远少爷也顺利随军开拔，很好。老夫被那小丫头和沈燕联手摆了一道，罚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沈燕，你真以为这北敌10万大军是那么好相遇的吗？老夫在边关布下的那张网
就是专门为你沈宴准备的活棺材。大人，这长公主殿下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她为了把公主府后花园扩建成游乐场，今日下午跑到咱们户部衙门，一开口就要从国库提20万两修缮专款，还要指名道姓用南疆极品金丝楠木和琉璃瓦，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啊！她要20万两，本官就顺水推舟给她批30万两，这多出来的10万两，神不知鬼不觉进了咱们自己腰包。这笔烂账，最后全算在那位只会吃喝玩乐的草包公主头上。钱大人，本宫那公主府后花园实在太小了，几架秋千摆下去，连个跑马的地方都没了。本宫不管，父皇说了，只要是本宫想要的，户部就得给银子。本宫要建全京城最大的游乐场，要最好的金丝楠木做柱子，番邦进贡的琉璃做瓦片。你赶紧给本宫批20万两银子出来。殿下，这20万两可不是小数目，国库如今也吃紧啊。本宫不管，你今日要是不给银子，本宫就坐在这户部大堂不走了，还要让人拆了你的衙门。殿下息怒，既然殿下急用，微臣这就破例亲自带殿下去户部银库挑选。殿下看中什么成色的金银，微臣绝无二话。公主殿下，您看，还算入眼。把你的爪子收好，别摸了。这些东西看着光鲜，底下全是见不得光的烂肉，这都是要上交的赃款。你嫌命长了是不是？这成色也太差了，如何入得了本宫的眼？公主殿下息怒，下官这就命人重新挑选。主子，查到了，这3本是属下在档案房最里层暗格中找到的。钱正果然把户部真假2套账分开了，他们是在吸大梁百姓和将士的血，传令下去，钱正这颗毒瘤绝不能留到明天。是。你说什么？有人动过？大人，属下仔细检查过，虽然账本被原样放回，但那放置真账本的暗格的确有被强行打开过的痕迹。今日来过户部库房种地的，除了咱们自己人，就只有那位长公主殿下了。长公主，大人，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要派刺客？蠢货！他身边都是皇帝派给他的顶尖影卫，派杀手去公主府刺杀，那是谋逆死罪。你想害死本官吗？既然他想要贪污公款的罪名，本官就成全他。来人，立刻安排几辆最隐蔽的马车，把这10万两白银装好，趁着今夜没有宵禁，把这些银子全部运到公主府后花园假山里埋起来。主子，不出您所料，钱正果然没有派刺客，他准备把那10万两银子送进公主府进行栽赃。栽赃陷害是这帮文臣拿手好戏，只可惜这招数实在太老套了。尹妻，事情都安排好了吗？主子放心，人已经拿下，银子也按计划送进了钱正外宅。既然钱大人这么喜欢玩捉迷藏，那本宫明日等他上钩。陛下，微臣要参奏长公主殿下，微臣要子建。钱正，一大清早你发什么疯？陛下，微臣有罪，微臣没能看好大梁的国库啊！长公主借修缮府邸之名，从户部支走10万两官银，如今赃银就埋在公主府后园，臣请陛下彻查。钱正，你可知道诬陷当朝长公主是什么罪过？微臣敢以全家性命担保，
若查无此银，臣愿以死谢罪。好，禁军统领何在？即刻包围长公主府，给朕搜！启禀陛下，公主府搜遍了，怎么样？是不是挖出银子了？回陛下，没有发现赃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明明让人不是密报，明明说银子就藏在假山下面。统领大人，你可搜查仔细了？钱大人，你是在质疑本宫，还是在质疑禁军的忠诚？既然如此，本宫倒想问问钱大人，你说本宫贪没了10万两官银，而禁军又没有搜到，既然银子不在本宫府上，那总得有个去处。父皇，儿臣听闻钱大人在城外有处外宅，不如一并查查。搜。启禀陛下，10万两官银全部在钱正外宅查获。钱正，你不仅贪没国库，克扣军饷，还敢在朝堂上设计栽赃陷害朕的长公主，你这颗脑袋当真是不想要了！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这一切都是陆怀章指使，北境军饷、江南赈灾款，大半都进了陆家私库。微臣还藏有陆怀章亲笔密信，上面记着他与3弟节度使往来的证据。他要反啊，陛下！来人，把钱正拖下去，打入死牢，立刻查抄钱府书房。宁儿，儿臣在。查贪反腐暂且放一放，接下来要备战了。看来陆怀章在太庙里已经等不及了，北狄大军压境，地方节度使异动，他这是要把这大梁的江山掀个底朝天啊！去告诉影妻，把影卫司所有的暗桩全部激活，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这场真正的血雨腥风了。连马料都吃光了，咱们是不是都要冻死在这山沟里？这北地蛮子冲又冲不出去，朝廷援军到底什么时候才来？就凭这群乌合之众，也想翻出什么风浪？陆副将，将士们又冷又饿，你在这里站着作甚？还不去安抚各营？大将军教训的是，末将这就去。将军，咱们被困死在这里，情况不对劲。这山谷十分隐蔽，北狄人就算再熟悉地形，也不可能长了天眼一样提前3天设伏。这摆明了有人走漏风声。我知道，军中有内鬼，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强行突围，无异于以卵击石。布防图，他怎么会有北狄的布防图？是影卫，那个在长公主府运筹帷幄的女子，在出征前就料到了路明远不干净，提前调动影卫司精锐潜入北狄军营，替他画出了这副逆风翻盘的底牌。秦叔，把王虎叫进来。今夜西北风大作，天要亡北狄，传令下去，
全军饱餐最后一口血水，今夜3更，随我踏营。是。点火！一起，大辽人西营了！北狄蛮子，爷爷来取你们的狗命了！挡我者死！哎呦！吃俺一记漫天花雨！嘿，真当俺只会使毛力呢？大将军饶命！大将军饶命啊！末将是一时糊涂，是被北狄人胁迫的。末将绝对没有通敌啊！将军，搜出来这个。陆明远，你刚才是说你是被北狄人胁迫的？那你告诉我，这块10年前就应该被收缴进国库的旧虎符，为什么会贴身藏在你这个陆家少爷的身上？这难道就是你用来联系北狄人的信物？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祖父临行前给我的，说是只要拿出这个，北狄主帅自然会配合我坑杀你。原来这虎符竟是真的。将军，侯爷他当年没有被陛下猜忌致死啊。10年前，陆家门生掌控了京城大半禁军，这块虎符就是陛下当年查获的陆家死证。可是，一旦陛下强合动手，不仅杀不了陆怀章，反而会逼得他狗急跳墙，立刻引北狄入关。大梁江山瞬间就会分崩离析。侯爷当年深夜入宫，和陛下在御书房谈了一整夜，为了保住这大梁江山，为了给陛下争取暗中积蓄力量的时间，侯爷他自愿接过了这块虎符，认下了这通敌叛国的死罪。历代桃僵。是啊，侯爷附身前逼着老奴带你走。陛下当年表面上震怒下令满门抄斩，实则暗中派最精锐的影卫，夜里将你和老奴从侯府密道里一路护送到边关啊！陆明远通敌卖国，斩首示众，人头悬挂关外。饶命啊！北狄主力已溃，传我将令，大军在山谷就地休整，同时
在军中散布消息，就说我沈燕在昨夜突围中身中数箭，重伤昏迷。大军至少需休整3天才能启程回京。末将明白。出发。主子，边关飞鸽传书，北狄大营确实遭遇了火攻，但沈燕在那场乱战中身中数支毒箭，重伤昏迷。目前大军停至关外山谷，最快也需3天后才能启程回京。重伤昏迷还要3天，沈燕啊沈燕，老夫原本还在担心你带大军回京会成为变数。既然你这头拦路虎自己折在了边关，那这大梁就再也没有人能挡得住老夫了。传信给前政旧部，还有平卢、河东的3位节度使，今夜子时全面封锁京城9门。太好了，3天。3天后，这大梁的江山就是我陆家的了。赵统领，辛苦了。首府大人，换防的禁军已被属下调去南门了。这半个时辰内，从神武门到养心殿的御道上，全都是咱们自己的人。周显落网，前政倒可，太庙屈辱。沈燕大军未归，此时不起事，陆家满门覆灭。做得好，兵贵神速，直取养心殿。父皇，您切莫再忧心国事了。太医说您这病需要静养，朕心里有数。宁儿去安排营卫司的布防了，算算时辰也该回来了。外头的情况如何了？什么人在外面？听闻陛下龙体归伤，病情加重，老臣在太庙中日日忧心如焚，实难等思过之期积满，故而连夜入宫，特来探望陛下。陆怀章，探望朕需要带着这么多的家奴吗？你这不是来探病，是来送朕上路的吧？陛下既然把话挑明了，那老臣也就不绕弯子了。父皇，太子殿下，刀剑无眼，你最好退下。微臣今日来，只求陛下2件事：第一，请陛下立刻用印颁布这道废除诏书。太子萧承德德行有亏，不堪大任，即刻废黜储君之位，贬为庶人。第二，立老臣的孙子陆子轩为皇太宗，继承大统。只要陛下和太子乖乖在这2份诏书上用印签字，老臣保证让你们父子俩在这深宫里安享晚年。
陆怀章，你休想！这大梁的江山是萧家列祖列宗在马背上打下来的，一个世受皇恩的臣子，竟敢带私兵逼宫篡位，甚至想让外姓舒爱尔来窃取大宝！我萧承安就是死，就是血溅当场，也绝不会在这等乱臣贼子的诏书上写下一个字。你这个以下犯上的逆贼，人人得而诛之！好一个宁死不屈的太子！既然你这么急着去见你们萧家的列祖列宗，那老臣今日就成全你，杀了你，老臣握着陛下的手，一样能盖上这传国玉玺。承安！别过来，不许伤害我家公主！公主，我保护你。多好，接下来的场面可不是用剪刀能解决的。陆怀章，你未奉诏命带兵擅闯进宫，挟持父皇，逼迫储君，以下犯上，逼宫谋反，按大梁律法，罪该万死，当诛九族。立刻束手就擒。本宫或许还能求个恩典，留你陆家女眷一条全尸。若敢负隅顽抗，今日这养心殿就是你这老贼的葬身之地。长公主殿下好大的威风啊！你以为你带着这区区10几条陆家不要的野狗，就能挡得住老夫这200名精锐死士吗？沈燕已经在边关成了废物，大军远在千里之外。今夜这皇宫内外，全都是老夫的人，你就算有尚方宝剑又如何？老夫今日不仅要这江山，还要你们萧家所有人的命，来给老夫的宏图大业祭旗！还愣着干什么？杀了他们！除了那个6岁的小皇孙，养心殿内一个活口都不留！铁阵，护驾！镇北大将军沈燕在此，逆贼受死！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密报上明明说，沈燕在边关重伤昏迷，他就算插上翅膀，也至少要3天后才能回到京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敢动皇上和公主？先问问爷爷手里的刀！叛贼陆怀章，束手就擒！你不是在雁门关外身中数箭吗？你怎么会在这里？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死。是你早就知道老夫今夜要动手，暗中通风报信。陆大人，你真以为你在太庙里那些小动作能瞒得过本宫的眼睛？从你踏出少庙那一刻起，本宫就在等你。本宫送你的这份大礼，可还满意？杀！给老夫杀出去！拿下！还有谁想死？都给爷爷滚过来！既然败了，老夫宁死不受辱！
想死，没那么容易。萧昭宁、沈燕，老夫今日是输了。你们以为扳倒了老夫，这大梁的江山就能太平了吗？你别高兴得太早，这京城里的水深得很，靖王殿下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带走。我的娘哎，吓死我了！就你那点花拳绣腿，你拿把剪刀抖成那样，还想跟人拼命？你那点功夫，也就只能过年的时候剪剪窗花了。你这憨憨，我那叫忠心护主，你懂什么？好，好啊！承安有骨气，宁儿有谋略，沈燕有忠勇，有你们在，朕放心了。传朕旨意，逆贼陆怀章谋逆逼宫，即刻打入天牢，交由刑部大理寺严审。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陆怀章谋逆犯上，罪无可赦，国即查抄陆虎，收押族人党羽，钦此。首府大人被抄家了，陆怀章竟然勾结外敌。这些东西交上去，陆怀章就算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靖王殿下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原来陆怀章逼宫篡位，根本不是想让那个6岁孙子做皇帝，他真正的底牌是靖王。风停了，但这京城的天，怕是又要变了。罪民被功名利禄蒙了心智，错把豺狼当明主，落得今日下场，纯属咎由自取。曾无意中听见陆怀章在后花园假山里与人密谈，称呼那人为殿下。那人走后，陆怀章曾低声自语：“靖王心思深沉，不得不防。”罪民严禁至此，万望殿下多加小心。陆小姐，受苦了。本王知道你恨萧昭宁，恨沈燕，恨这朝堂上所有人毁了你的骄傲。只要你肯跟着本王做本王手里的一把刀，本王一定会帮你报着血海深仇。好，只要能杀了萧昭宁，
我什么都愿意做。陛下呀！臣弟听闻陆怀章那老贼竟敢带兵逼宫，臣弟在府里是痛心疾首啊！臣弟真是瞎了眼，平日里还觉得这老贼是国之栋梁，没想到他竟然包藏这等祸心。臣弟护驾来迟，请陛下降罪啊！靖王，快请起。你身体抱恙，不知情也是情理之中。乱贼既已伏法，不必太过自责。传朕旨意，宣威将军沈燕千里奔袭，护驾有功，更查清当年镇北侯被陆贼构陷的真相，特封沈燕为镇北大将军，赐紫金鱼带，掌管天下兵权，另赏黄金万两，良田千顷。臣叩谢陛下隆恩。长公主萧昭宁临危不乱，坐镇中枢，震慑叛贼，保全皇家颜面，特加封为镇国长公主，食邑增至3000户，赐金牌一面，特许成教，自由出入皇宫。看在你那晚在养心殿拿着剪刀护主的份上，本宫上来说话算话。从这个月起，你的月钱从原来的2两涨到3两，拿着吧。谢谢公主。公主真是活菩萨。那什么，清河姑娘。哟，王大将军，你这脸怎么红得跟猴屁股似的？是不是又偷吃什么辣椒啦？清河，我喜欢你，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没说不愿意，不过你以后要帮我套更多更粗的金镯子，要是套不到，我可饶不了你。没问题，俺发誓，俺以后每天都去街上帮你看摊子，每天都帮你套金镯子。爹，娘，儿子回来了，儿子查清了真相，洗刷了沈家的冤屈，那害死咱们一家的仇人已被打入死牢，儿子为你们报仇了。太子殿下驾到！沈将军，这是姑应该做的。当年的冤案，是你父亲用满门的性命换来了大梁这10年的安稳，委屈你了，真的委屈你了。燕儿，对不起，当年是朕无能，朕保不住你父亲，让你在这世上受了10年的苦。家父当年是自愿赴死，为国尽忠。陛下当年暗中派人救下微臣，更是有活命之恩，臣不怪你。陆怀章用自己的死下达了这盘大棋的最后一步绝杀令。这天下还远远没有到真正太平的时候。
主子，靖王不仅在府中暗中招兵买马训练私兵，属下还查实，他最近疯狂收留那些在清洗中侥幸逃脱的陆家残余势力和旧部。这几封密信证实，他与平陆、河东等外地3个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一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来往。只要他一声令下，外藩兵马随时可以打着清君侧旗号直逼京城。传令暗卫全员盯紧靖王府与3镇节度，一有异动，即刻来报。宁儿、承安，父皇时日无多了，以后这大梁的江山就交给你们了。陆怀章死了，可朝堂不会太平。靖王比陆怀章藏得更深，你们一定要防着他。父皇放心，儿臣记下了。只要女儿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让任何乱臣贼子染指大梁的江山。沈燕啊，朕把这大梁的兵马交给你，也把朕的这2个孩子交给你了，你莫要让朕失望。臣万死不辞。承安，国事虽重，也要保重身子。你父皇若是知道你如此操劳，怕是要心疼了。劳烦皇叔挂念，都是一家人，何必见外？若有难处，尽管来找皇叔。皇叔虽无大才，总能替你分担1、2。多谢皇叔。先把抻汤喝了，别累坏了身子。皇叔，你究竟在谋划什么？公主，夜里风大，小心着凉。这是我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一支法簪，当年镇北侯府满门抄斩，亲叔带我逃出密道时，只来得及带出这一样遗物。母亲曾说过，这支簪子将来是要留给沈家未过门的媳妇的。公主，我知道你背负了太多，前路凶险，靖王必定会掀起比陆怀章更可怕的风暴。但无论未来这京城的天怎么变，我都想站在你身边，名正言顺地护着你。这支簪子，我想送给你。沈燕，这簪子很漂亮，我愿意。听请死士汇报。启禀主子，派去盯长公主府的暗桩传回消息，今夜子时，长公主手下的影妻曾极其隐秘地出现在咱们王府后墙外围，虽未能突破内院防线，但属下确信，他们已经察觉到了后院那处地下训练场的存在。陆怀章那个废物谋划半辈子，最后竟然栽在一个小丫头片子手里。本王原本还以为萧家的人都是些只知道享乐的草包。昭宁啊昭宁，你果然很聪明，连本王隐藏了10年的底牌都能被你嗅出味道来。不过你发现的太晚了，
皇兄已经快咽气了，沈燕手里的兵马又远在北境，这京城内外，本王已经拿捏得死死的。游戏才刚刚开始。殿下千岁！诸位臣工，今日乃正旦之时，孤待父皇主理朝政。诸位爱卿若有新政建议，尽可直言。太子殿下，老臣有一事不解，还请殿下解惑。皇叔请讲。年前北境战事耗费巨大，如今国库空虚，开春后修水地、赈流民、筑春空，数百万两银子的缺口，殿下准备如何解决？皇叔有何高见？老臣以为，百姓已不堪重负，自然不能再加田赋。既如此，不如提高商税。即日起，12州商税增加30%，殿下意下如何？皇叔这算盘打得确实响亮，只可惜算计的全是些杀鸡取卵的亡国之账。皇叔错了，商税涨了，伤的不是商贾，而是天下百姓。商人会把税银摊进货架，到那时受苦的还是百姓。国库或许能暂时充盈，可大梁的根基却会被彻底掏空。皇叔这哪里是在替太子分忧，这分明是要挖空大梁的根基，逼得天下大乱。既然长公主反对，那你说银子从哪儿来？很简单，开源节流，先节流。皇家与6部率先削减开支，能省的钱1两也不浪费。再开源，减轻赋税，鼓励农商，让百姓敢种地，让商人敢做生意。边关重开户市，让天下货流流通，银子自然会流回朝堂。这叫养民生财，而不是竭泽而渔。长公主殿下所言极是，微臣茅塞顿开。轻徭薄赋，重开户市，此乃真正的强国之策呀！殿下大才。臣附议，臣附议。俺不懂朝堂上的弯弯绕绕，但俺知道，边关将士拼命守国门，不是为了让百姓多交税。皇叔，您这主意可不地道。王将军虽是粗人，但话糙理不糙。皇叔，看来您的提议并不合大梁的民情。这国库和开吹新政之事，便按长公主所言，户部尽快拟个章程上来吧。老臣遵旨。长公主殿下思虑周全，老臣受教。今日在朝堂上，你那一手放水养鱼的过策，镇住了所有人。治大国若烹小鲜，陆家留下的烂摊子太多了，想把大梁千疮百孔的根基重新夯实，绝不是靠嘴上说说那么简单。晋王今日的退让，只是因为在朝堂上占不到大义的理罢了，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他手里握着死士，勾结着节度使，随时都可能掀起一场兵变。这京城的太平，不过是薄冰上的一层浮雪。朝堂上的算计和政令，我不懂，那是你的战场。但我知道，没有绝对的武力镇压，再好的政策也推行不下去。你只管放手去整顿这大梁的朝纲，去修水利，去开户市。晋王的死士也好，外藩的叛军也罢，只要他们敢动这京城一草一木，我沈燕的枪和剑，就是你推行新政的底气。你守着江山的规矩，我便替你守着大梁的国门。好，
你我便以此立誓，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难走，我们一起将这大梁的烂摊子收拾干净，守住这万家灯火的太平盛世。王爷，今日朝堂上的消息，想必您已经听说了。萧昭宁那般张狂，不仅驳了您的面子，还要免除赋税，重开户市。他这是在收买人心，也是在一点点剪出您插在六部的眼线。他想收买人心，他想放水养鱼，本王就偏要让他这塘水彻底沸腾起来。王爷放心，天下、皇权那些我都不在乎，我只要萧昭宁和沈燕死无葬身之地。